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白月泛星收视扑街，狠狠撕开了白鹿的遮羞布。入行10年，17部女主戏，5部爆了，95一线小花地位稳固。资源逆天，白鹿这一路走得太顺了。一部白月泛星撕开了她的遮羞布，开年小花们的新剧对打热闹非凡。田曦薇有大凤打更人，热度稳定；杨紫有国色芳华，延续大爆传奇。衬托之下，白鹿白月泛星就显得有些尴尬。按理来说，仙侠剧的受众一直很广，此前的永夜星河重新拉高了玄幻仙侠的大牌，这时播剧起码能接住这一波热潮。白月泛星的收视却给资方狠狠泼了一盆冷水。刚开播时还能跟国色芳华平分秋色，随着剧情深入，国色芳华越冲越高，白月泛星迅速掉队，连剧情过半的大凤打更人都打不过。白鹿的抗拒能力第一次被质疑，网友质疑白鹿都是靠爆火男星戴飞，他自己不行。徐凯延禧攻略大爆，戴飞招摇和烈火军校；任嘉伦锦衣之下大爆，戴飞周生如故和一生一世；罗云熙香蜜大爆，戴飞长月烬明；王鹤棣苍兰诀大爆，合作以爱为营，口碑崩但热度高；张凌赫长恒仙君火了，戴飞以爱为营。而白鹿自己做一番的单抗剧，白月泛星九流霸主玉楼春都扑了，模特入行，资源逆天。很多网友可能不知道，白鹿曾是淘宝女装店叙旧的模特，早点出演过《猫的树》的微电影，就是那个挖掘了宋威龙的导演。而后于正慧演石珠，带走了宋威龙和白鹿。为了大 IP 凤求凰，宋威龙演男主，帅是够帅，演技拉胯。白鹿呢，明明是女二，生生把凤求凰演成了霍玄传，让观众和粉丝大为不满，怒斥关系互毁剧。好在白鹿的演技和剧情挺适配，当关小童还不适应缝纫机造型，无所适从时，白鹿的辣狠和温柔切换还是很有灵气的。之后于正更是把手上适合白鹿风格的角色都给了他，一系列刷脸下来，白鹿终于有了些热度。后面的周生如故中，白鹿的哭戏更是进一步稳定口碑。那场哭戏一度被当成正面教材，打脸各路演技尴尬的小花们。可10年快过去了，白鹿的演技没有任何进步，来来回回就是三板斧，角色演不出差异化。演法基本就是用力，表情用力，说话用力，嘴巴用力，动作用力，神情也总是理直气壮或者小人得志的感觉。刚入行演招摇那会儿，这种演法可能还有点新鲜感，但是演多了，模式化的弊病就显露出来了，导致角色总是停留于表面，没有走心。表情是做足了，可是眼神一点也不入戏。优秀的小花一波接着一波入场，要么有天赋，要么肯努力。00后的文琪、刘浩存随便下凡演个电视就能圈粉无数。刚出道灾难级别演技的陈都灵，在长月烬明中进步快得让人惊讶，把曾是演技派小花代表的白鹿衬得毫无光芒。白鹿该意识到问题了。同为演技派的杨紫也被诟病过演技模式化，但是她能扛剧啊，爆剧数量碾压，量级碾压，数据最差的都碾压白鹿的平均水平。可能你们要说杨紫国民度大，白鹿不能比，那就说说赵露思，同样是网剧走出来的，还跟白鹿一起演过凤求凰。赵露思创造过的收视奇迹那可太多了，现在也焦虑到抑郁，被一茬一茬上位的小花挤占了份额，白鹿的背后的资源又愿意捧她多久呢？2. 白鹿30而立，
用演技说话，开启演艺生涯的黄金时代。30而立，这一人生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一个全新且充满可能的阶段已然开启。演员白鹿在历经1年02个月的时光沉淀后，携带着新作《白月繁星》闪耀回归大众视野。在这部作品中，白硕这个角色凭借着内心深处的善念，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充满艰辛与挑战的凡人修仙之路。那句坚定有力的求人不如求己，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台词，更像是他内心深处的呐喊，生动地展现出其在重重磨砺中勇敢寻求蜕变的无畏决心。当白鹿在接受采访时，他以一种令人动容的真诚态度坦言：“我认为我一直都很努力，但我必须承认，我能够走到今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足够幸运，这无疑是我与观众之间奇妙的缘分所致。然而，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幸运从来都不是毫无缘由、偶然从天而降的意外惊喜。它更像是一颗经过漫长岁月的孕育，在黑暗中默默积蓄力量的种子，最终在合适的时机破土而出，绽放出绚烂的花朵。这背后是白鹿长期以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默默付出所积累的能量。他深知每一次机会的来之不易，每一个角色的宝贵，因此他用持之以恒、永不懈怠的努力去匹配这份难得的幸运，力求让自己所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够深入人心，生动鲜活，也以此对得起自己内心深处对演艺事业那份炽热而深沉的热爱与执着追求。立足初心，白鹿的内心始终怀揣着对表演那犹如熊熊烈火般炽热的追求与执着。在这个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娱乐圈中，他从未被外界的喧嚣和浮华所迷惑，从未动摇过自己最初踏上演艺道路时的那份纯粹与坚定。无论外界的环境如何风云变幻，无论遭遇多少困难与挫折，他对表演的热爱始终如初，不曾有丝毫的减退。这份初心如同璀璨的北极星，在黑暗中为他指引着前行的方向，成为他在演艺道路上不断砥砺前行、勇往直前的强大动力源泉。立足当下，白鹿的心态在岁月的洗礼中愈发成熟稳重。他已经从当初那个初出茅庐、略显青涩的新人，成长为能够在演艺界独当一面、游刃有余的优秀演员。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他不断地挑战自我，勇敢地跳出舒适区，尝试各种风格迥异、富有挑战性的角色。他用细腻入微、丝丝入扣的表演，展现出多样的人物性格和情感世界，为观众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惊喜和感动。他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始终以一种谦卑而进取的态度，努力寻求自我突破，力求在每一部作品中都能够展现出更加精湛的演技和更加成熟的艺术表现力。立足自我，白鹿经历了从曾经在迷茫中匆忙赶路，到如今坚定而从容地踏上寻找真实自我的深刻转变。在这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反思、探索、成长。他曾经在困惑与迷茫中徘徊，试图在外界的声音和期待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阅历的丰富，他逐渐领悟到人生的真谛。他感慨地说道：“感觉很多事情茅塞顿开，我的人生还是要为自己而活。”这句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感慨，更是他对人生的深刻洞察和坚定选择。他开始更加关注自己内心的声音，更加尊重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勇敢地做自己，为自己的梦想和幸福而努力拼搏。30而立的白鹿，不依赖于虚假的人设包装来获取短暂的关注和赞誉，也不自我设限，束缚自己的发展空间。他始终坚定地立足于初心，坚守着对表演艺术的那份纯粹热爱，立足于当下，以一种成熟、坦然的心态勇敢面对演艺道路上的种种挑战，不断突破自我，追求卓越，立足于自我，在不断的探索与成长中，
逐渐找到了内心的平衡与宁静，明白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崭新的人生阶段，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这位优秀而独特的演员白鹿，期待他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继续披荆斩棘，奋勇前行，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绝伦、震撼人心的作品，绽放出更加耀眼夺目、璀璨绚烂的光芒。